印度开始猛打方向盘，只要拿到西方的武器对抗中国，俄罗斯就不香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以前呢，我们说过一个话题，在俄乌问题上，虽然印度民间的舆论曾经非常高调的支持俄罗斯，谴责西方，印度政府呢也选择了和我们相似的立场，就是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不支持也不谴责。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要因为印度骂了几句西方就成为我们的伙伴了。毕竟只有少数不正常的印度人才能有清醒理性的思维，能看懂发展中印关系对印度更有好处。那么最近印度政府的表现，包括和俄罗斯以及和欧洲国家的互动，也表示出来印度打算猛打方向盘，让自己换个车道。美国外交学者网站上发表了一个文章，说印度正在从俄罗斯转向西方。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联合国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的时候，印度一直投的是弃权票，投了11次了。印度的解释是，新德里跟俄罗斯有密切的防务合作，导致印度没法选边站。看清楚了吧？印度只是因为跟俄罗斯有军贸关系，所以才选择了不谴责俄罗斯。2012年，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武器，在其武器进口总量中占比高达69%。到了2016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开始大幅度下降，到了2021年就只剩下了46%。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商。那么对印度来说，这么大的比例就意味着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要保证印度军队里边那些个苏30 MKI、特72坦克、基洛级潜艇、米171直升机、S400防空导弹等等一大堆主战装备的维护保养、弹药供给都离不开俄罗斯。如果和俄罗斯贸然翻脸，那么意味着印军1半以上的兵力就只剩下了步枪和摩托车可以用。那么在印巴问题上跟中印问题上，印度别说口气硬不硬，喘气的力气恐怕都没多少。而且中印关系的对峙对印度来说还是一张非常有用的牌，只要能够保持这种对峙态度，在美国等国眼里，印度就有利用价值，印度当然就可以恃宠撒娇。所以中国不谴责俄罗斯，美国就要说中国站在错误一边；印度不谴责俄罗斯，欧洲就赶紧在印度嘴里边塞块奶糖。所以中国外长访问印度的时候，印度可不想接住中国伸出的橄榄枝。一方面，印度不想在边境问题上松口；另一方面，更不想在西方面前失去一个索要支援的资本。别以为莫迪笨，这种耍心眼的事儿，他比大师兄还精明呢。美国外交学者网站盘点了这2个月印度的外交接触，英国首相约翰逊、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还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先后访问了印度。印度总理呢，莫迪跟美国总统拜登还有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过视频峰会，印美还搞了2+2对话。相比之下，印度跟俄罗斯之间的交往，也就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过印度，莫迪和普京进行过电话会谈。现在欧洲国家一方面对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表示了一些宽容，另一方面也开始加大规模向印度推销各种武器装备，加强军事合作。美国海军的海运司令部已经同意把印度作为美军运输船的修理基地，所以只要武器装备能够拿到手，印度就可以继续和中国对峙，继续可以向欧美撒娇。只要能够把背后的靠山换成西方，维持好新的政治格局，对印度来说，俄罗斯还重要吗？好，关于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远，印度会不会政治上转向，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